有我新武卫护送还不够吗？谢少师在担心什么？国公何故如此反应？自然是防逆党了。通州的逆党虽已剿灭，但尚不能确定没有漏网之鱼。谢某这样做，自然是防逆党在路上设伏偷袭，这样会安全一些。不然国公以为谢某在防什么？况且，定妃世子回京事关重大，谢某也是为了定妃世子的周全。什么世子？谢少师此言何意啊？国公还未告诉公子吗？哦，通过几日的询问，冠中这位定妃公子，正是当年的定妃世子。你胡说！薛定妃已经死了，谁知道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野种？哎，说谁野种？说谁野种呢？我告诉你，你信不信我先把你的嘴撕了，再打折你的腿啊？有本事试试啊！来啊！真假到殿上一辨就知，又何必在这里动怒呢？对了，谢某已将寻得定妃世子之事飞鸽传书到京中，圣上得知后十分欣喜，直言一定要亲自见见世子。谢少师，我定国公府自己家里的事情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手吧？那国公是不想让圣上知晓，还是不想与定妃世子相认？谢少师，你太放肆了吧！定妃世子之事，既是家事，也是国事。他是当年300忠魂之中唯一幸存之人，其重要之处，国公应该知道。只要谢某在一日，我就不允许他出任何问题。也只有如此，才能给圣上一个交代。还是少师考虑的周全，本宫草率了。好了，大家记忆准备好，出发，返京。走。计划取消。是。走啊，张大人。当真是薛定妃？能确定吗？是谢卿飞鸽传讯回京，陈莹亲递的折子，该是可信的。等他们回京之后，朕再仔细问询一番便可。当年他为了救朕，挺身而出，算是大前的忠臣。想不到他大难不死，此番还意外被谢卿寻回，还立了平乱的大功。朕应该封赏他才是啊！圣上是这样想的。圣上当年年纪尚小，但是也到了记事的年纪。难道圣上真的忘了薛定妃是为何心甘情愿赴死的吗？我儿是君，他是臣，臣为君死，天经地义，就凭尊卑有别，贵贱不等。娘亲，别怕，我愿带太子殿下前去，臣愿带君。都是些陈年旧事了，他那时候年纪还小。再说了，纵使其中有什么误会，他不还是答应去了吗？朕对于他，终还是有些亏欠的。圣上糊涂，薛定妃在外流亡多年，她可是能从平南王的手下得以幸存之人，这样的心性，还是20年前那个无知小儿吗？就算当日之事已成过去，那燕敏身死，燕家流放，圣上认为他该怎么想呢？可他毕竟是300忠魂中唯一幸存之人，
朝臣和天下都看在眼里，朕必须得给这件事一个交代呀。秦贵妃如今身子重了，朕答应了要去看看她。母后的意思，朕明白。至于薛定妃究竟如何处置，还是等谢少师他们回来之后问问再说吧。想问什么就直说。我只是觉得奇怪，薛定妃明明是薛远的儿子，就算分别了20年，薛远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反应。你真觉得她是薛定妃？难道不是？我说她是，她就是。看着吧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定妃公子对定国公好像没有久别重逢的欣喜啊。哼，我们分别的时候啊，我大概就这么高，也就6、7岁，时隔那么多年，早就记不清他了。再说了，这有了后娘，就有了后老子，谁还能找他呀？啊！那你还记得平南王叛乱之事吗？哎呦，张兄莫怪啊，我这从小颠沛流离的，一想到这事儿就头疼。哎呀，不提了，还是不提了啊！那，圣上，谢少师他们回来了。拜见圣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谢圣上！众卿旗开得胜，捣毁逆党据点，剿灭逆党中人，一战断了平南王北上作乱的狼子野心，实乃国之功过，朕心甚慰呀。圣上谬赞，臣等识国之路，理应如此。不过，此番通州平乱，若非定妃公子，也不会如此顺利。罪臣薛定妃，20年别京，有愧圣上，有愧大前，万死难辞。这真是薛定妃啊！这好端端的，为何以罪臣自称啊？谢卿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她真的是薛定妃吗？臣数月之前，机缘巧合之下被定妃公子所救，彼时定妃公子还以化名自称。我2人暗中相交，脾性颇投，本以为只是结交了一位正直之士，没想到通州一役，定妃公子亦在其中。若非他通风报信，臣等也不能及时找到上清观的据点，更加不能破除逆党以火药作乱的计划。臣起初也觉得奇怪，后来询问才发现，定妃公子正是当年国公府的薛世子。圣上明鉴，罪臣这些年虽然身在逆党，却始终心向朝廷，一直想要寻到机会弃暗投明，效忠圣上。如今戴罪立功，总算有颜面面见您了。少师大人，单凭此人的自述说辞，就肯定其世子的身份，未免太过于草率。罪臣几番生死，都不曾舍弃这个名字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归来。圣上，旁人可以不信，可罪臣是与您一同长大、学武读书的，您不记得了吗？小时候，圣上最爱吃我阿娘做的桃片糕了，那情形，罪臣历历在目。朕小时候确有此事。
定妃与朕的年纪相仿，确实是从小相伴长大的。臣以为血脉之亲最为牢固，我等旁人议论再多，都不如问问定国公。国公，此人当真是贵府世子吗？你放肆！我是太子，你怎么能赢过我？我要你认输！太子殿下，输赢已分，怎么能耍赖呢？你才耍赖！我要跟舅父说，以后不跟你玩了。表兄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，咱们再比一场，这场我一定让你赢，行吧？不行！薛定妃，父亲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对太子殿下一定要敬重。你小小年纪，只知争一时之勇，目无尊卑，只是丢光了我薛家的脸。父亲，你就在这好好待着，直到想明白你自己的错处为止。父亲，是啊，国公，定妃公子的身份不仅关乎薛家，更关乎国事。当年的定妃世子是护军的忠臣，而今日的定妃公子乃是平乱的功臣。当时在通州，国公还不敢相信定妃公子的身份，真是没想到。但是谢某实在是想不出，如此忠勇双全之人，若非是国公之子，还能是谁？圣上，此子耳后的疤痕确实与我儿无异，只是臣当时心系逆党，心无旁骛，在此还得谢过少师。定妃小的时候，臣就一直教导她要忠君爱国。如今定妃协助通州平乱，立功而归，正是我薛家对大钱、对圣上的忠心所致啊！好，定妃，快起来吧。谢圣上。天佑大钱，护薛世子归来，国公忠心当世不二。从今日开始，你就是谢威的替身，以后你的名字就叫薛定妃。当年若非定妃，朕恐已身死。如今又靠你里应外合平乱，朕一定要重重的赏你才是。圣上且慢，老臣还有一事不明，要请定妃公子回答。他是当朝刑部尚书顾春芳顾大人，亦是张大人的恩师。当年平南王叛乱，为寻得太子而祸乱京城，定妃公子以太子之名而出，应更得逆党提防才是，是如何能够生还的？圣上，当年之事也涉及到追捕逆党的大事，所以臣认为此事还是私下商议为好。国公此言差矣，正是因为事关重大，才应当庭说清。300忠魂案，乃是我大钱之伤，满朝文武需要一个交代。张青言之有理，定妃，你说下去。是。说来惭愧，当年那一场大战，血肉横飞，罪臣不过6、7岁之龄，吓得昏死过去。再醒来时，便已被那逆贼牵回了金陵。就算记不得战事，那在金陵发生了什么，
总该还记得吧？平南王的老匹夫将罪臣囚于金陵，罪臣数度求死不成，于是便想知道他到底作何打算。贾谊顺从多年，才偶然发现，竟然是想收复罪臣之心，为的是有朝一日找机会将罪臣送回京城，以血脉传承，名正言顺地接管兴武、通州2处兵力，做他的傀儡。逆方用心竟如此阴毒，想来这些年，你定是遭受了许多拷打折磨吧？都是过去之事了。罪臣一心只想暗中相助朝廷。此番意外得知那逆党冯明宇带着大批火药前往通州，罪臣担心此计若成，则对金陵防线尽失，因此想方设法的随从北上。没想到之后在去往通州的队伍里，竟然发现了张大人。的确如此，臣于逆党之中身份几度遭诣，若非定妃公子，怕是早已身首异处。丁妃经历果然曲折，不过你一心为上，朕都是看在眼里的。既然平安归来，又立奇功，朕便加封你为忠勇校尉，于禁军领职，可时常入宫行走。至于这住处嘛，臣斗胆，恳请圣上准许，臣回国公府居住，与国公一叙多年分别之情。你能有此孝心甚好，朕准了。谢圣上。至于通州平乱，其余诸情，朕会和顾卿协理战报，论功行赏，论罪当罚。谢圣上隆恩。今晚月备薄产，希望世子能光临寒舍。世子无恙便好。世子爷，在下陈莹刑部侍郎，见过忠勇校尉。哎呦，陈兄客气了，叫我定妃便是。幸会幸会。幸会幸会。哎，方才听定妃说起旧事时，言必称国公或国公爷，却不称其为父亲，不知是何缘故啊？臣兄有所不知啊，流亡20年，我从未悔过为圣上尽忠，但只一桩憾事，长铭于心。什么事？燕夫人乃不孝子生母，因忧思故。然而去不到3月，国公爷便已续弦。即便有皇命在先，我也耿耿于怀。孽障！胡说八道什么？能生出孽障来，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。你，公侯之家名门高户，娶个续弦，进门怀胎，7月产女，竟也没落下什么不足之症，还活蹦乱跳的。国公爷，你真是太对得起家母了。你对嫡母都敢不敬，真是反了听！你这个玩意儿，老子都不想认。那臭婆娘，她算个鸟啊！你个逆子！我哎，怎么着？还想在我面前逞老子威风啊？想要让我对你尽孝，不如把我当做逆党，杀了干净。诸位，今日是我第1日回京，在层霄楼订了个席面。诸位若是无事的话，咱们可以一同把酒言欢，结交结交啊！好好好。世子爷，等等愚兄。走走走，今天晚上我们不醉不归。国公爷，太后娘娘有请。你是说，定国公贪没通州军营的军械物资？臣以为定国公之过不仅如此。圣上可记得之前永义侯府勾结平南王逆党一案？臣此番通州之行，并未发现半点实据，反而得知当日定国公所捕的，号称与逆党关系密切的武官赵兴，正是军械贪污案中私运军械给新无畏的书吏赵广之子。是以臣怀疑，所有一切都是定国公有意为之，却引得圣上亲信断下燕氏错案。